里，男人揭开身上的纱布，看到后背上那块被沿路损毁的越狱地图，他几乎陷入崩溃，因为这部分刚好是逃出监狱最关键的线路。为了还原损毁的地图，麦克几乎陷入疯狂，他像野兽一般用牙将衣服撕成成条，然后将布条小心摆放在地板上，拼凑成监狱管道的样子，再开启头脑风暴。但由于管道分布过于杂乱无章，经过多次尝试，麦克依旧无法还原地图。一次次的打击让一向情绪稳定的麦克愈发狂躁，他开始将心中的怒火发泄到墙壁上，1拳、2拳、10拳。麦克似乎失去痛觉一般，用拳头猛砸墙壁。很快，拳头上的血液顺着墙壁流下，他却没有丝毫要停下来的意思。直到巡逻的狱警发现了异常，看到墙上一道道触目惊心的血痕，再看了眼麦克那呆滞空洞的眼神，众人一致判定他肯定是精神失常了。随即，麦克被安排转移到了精神病区。彼时的众人怎么也想不到，他们都中了麦克的苦肉计。麦克之所以装疯，是要来精神病区找一位老朋友。这位老朋友就是之前跟他做过几天室友的精神分裂患者、天才画家梵高。梵高曾偷偷画下他的所有纹身，只要他能重新画出残缺的那部分地图，越狱计划就能继续进行。为此，麦克甚至开出对方无法拒绝的条件，那就是带他一起越狱。但令麦克崩溃的是，梵高瞪着那充满智慧的眼神，说出了一句：“Who are you？” 就在这时，医生端着药物走来，梵高毫不犹豫的全部吞下，但清醒的麦克却拒绝服药。医生随即呼叫增援，很快麦克被一群医生团团围住，无奈麦克只得接过杯子将药吞了下去。医生检查后便离开了。麦克随即将藏在舌头下的药取出，接着他再次找到梵高，可没想到吃过药的梵高此时更呆了，根本连话都听不懂。麦克意识到肯定是药有问题，随即他将梵高拉进一个小黑屋，趁其不备，快速将手伸进对方的喉咙里。强烈的不适感让梵高狂吐不止，刚吃的药也被排了出来。看到梵高恢复了点意识，麦克脱下病号服，将纹身展示给对方看。看到熟悉的纹身，梵高聪明的大脑再次占领高地。麦克找来纸笔递给梵高，然后转过身将伤口处的纱布揭掉，要求梵高把缺失的部分完整的画出来。这个世界上能让天才麦克佩服的人没有几个，而这个梵高绝对算一个。很快，残缺的纹身被完整的画了出来。由于对麦克缺乏信任，梵高要求其说出越狱计划的具体时间、具体地点。麦克明白，忽悠一个聪明的疯子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只得暂时将所有计划如实的告诉了对方。You're just telling me what I want to hear. I need you to trust me. 看着麦克真挚的眼神，梵高思虑再三，还是将画交了出来。可到了深夜，他就拿出一个小本本，里面是他画了好几张地图备份。聪明的梵高并没有选择相信麦克，他决定拿着地图自己越狱。可没想到，刚打开第一道门，便触发了警报。但医生们怎么会相信一个疯子呢？